干刑侦这么多年，这全国上下都跑遍了。你还别说，我这还真是第一次来长春。我记得咱爸应该是48年在长春出生的吧？对啊，你不知道这个官很像是满姓吗？嗨，你不早说，我早知道的话，高考那会儿多加点分，也不至于后来去武警啊。哼，咱爸走之前还特意叮嘱过我，让我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也真是，你呀，已经算够孝顺的了。哎，咱爸10年前病重那会儿，一直都是你在支撑这个家，只是咱俩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也是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哥，我现在马上就要当爹了，你还是一老光棍呢。哎，这老乔，就是有什么事儿出去，他也不能把这个小庄扔家呀。小庄？啊，好像是他儿子的名儿吧？哎呀，这可有些年了，这从来都是啊，同吃，同睡，从不离身边。那他每次外出，都把小庄带在身上？是啊，每次都是。啊，有个老太太跟他买那个消息，给不起钱，就把这对鸟给他了。其中有一只啊，没过2天，嘎死了。这老乔就把剩下这只啊，这叫精心照顾啊，走哪儿带哪儿啊，形影不离。不是他们家前前后后，你都去了，都看了，啊？会不会是那个？我看过，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他那个门呢，根本就没锁，根本就用不了什么暴力行为，轻易就可以破门而入。啊，对了，既然众所周知他开口值万金的话，怎么会住那个地方？哼，那你咋不问问他那么趁钱，干啥非得到我这儿来喝酒啊？啊？老乔这人重情义，做人也讲究。哎，头些年，他媳妇儿带着他孩子去加拿大了，他是年年往那儿邮那个抚养费啊，没落过。他自己没啥开销。李半天啊，你帮我照看一他，啊，叫小庄对吧？哎，我只收酒钱，先押柜上吧，我还会回来的。我说你为啥急着要找他呀？老乔不一定知道你要问的那事儿。哎呀，也许吧。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你肯定还会去找他。对呀，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不能凭空就消失了吧？哎呀，每年入冬一场大雪呀，总是有些人呐就没影了。但是到了开春儿，有的就会自己走出来，这是找着的。可是还有找不着的。真要是那样的话，谁都没办法。你说，就像这个东西，在某个地方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呢，趁这个机会帮一帮啊。哎，哥，这天马上就要黑了，你要不去周边找点树杈回来？咱俩今天晚上只能在这将就一宿了，啊！
哎，对了，哎，给，把这锯带上。要是碰上狼，千万别慌啊，盯着他眼神别躲，也千万别转身就跑。哎，这个东西，它能，那是让你锯树杈的，打狼不好使。放心吧，没那么邪乎。这狼要碰上咱们，他也得想，咱们属于那种庞然大物的不速之客，知道吗？啊，谁怕谁不一定呢。赶紧去吧。哎，对了，那我要走了，就剩你一个人，这万一要碰上狼怎么办？那不就等于咱哥俩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吗？这么多可真是违反规定啊！白头，你千万想着把介绍信给我补回来。放心吧。这个乔森每个月会往一个境外账户转几万块钱。是的。对方账号是哪的？蒙哥黄。还有这个，1周前这一下就转了200多万。是。我要看一下监控。好。啊，刘警官，当天就是他办了那笔业务。那这个人来办业务那天，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表现吗？没有，因为当时的数额比较大，又是境外的跨行转账，可能办理的时间又有点久了，客人有点不耐烦。我记得当时他吃了2块外面的免费水果糖，又喝了1杯水。啊，对了，走的时候还不小心把一个一直摆弄在手上的打火机遗漏在窗口了。打火机？嗯。那现在这个打火机在哪？按规定交给业务经理了。虽然是一次性的打火机，但我们有规定，客人遗失的物品都由业务经理保管。虽然是这种小东西，但一般不会有人再来找了吧？就这个打火机吗？对，是平阳馆的一次性打火机，我印象还挺深的。不过客户一次性办理了200万的转账，有能力去平阳馆这种地方消费也是很正常的。平阳馆？哦，是餐饮吗？算是高档会所吗？长春1年多以前开了一家，不过我没去过，听说消费不低，而且都是会员制。把这个打火机给我找出来。好的，刘警官。真没想到，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竟然变成了一个废物。哈哈，这1没逃犯，2没命案，也没有你发挥的地方。哎呀，我说哥呀，别多想了啊！等扛过今天晚上，到了明天，哎呀，就有热腾腾的酸菜白肉锅子等着咱们了啊！别忘了，刘长勇也来了。嗨。你管他呢！我跟你说啊，车到山前必有路，等咱们进了城，自然就有应对的方法。如果没有我这个累赘，你就不用陪着我今天晚上在这受这个罪。哥，这都1年了，说不好咱俩谁是谁的累赘。哎，2块巧克力。哎，你那块是不是比我的大呀？你自己觉得，你怪谁啊？啊？好吧，好吧。刚才我问过他了，他也查了一下，这个乔森，既不是这里的会员，也没有人对他经常来过留有印象。你知道乔森？
钱老狗嘛，都认识他，就是个情报贩子。不过这个人做事比较讲原则，为人也还算厚道，没有掺和过什么犯法的事。这个人呢，已经失踪好几天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没事，我没发现啊，他被什么人绑架或者加害的迹象。我想找他打听点事儿，却没找到他，连他常去的小酒馆子和家里也都没人。不算什么稀奇，像他这类人，经常说没就没，等到大家忘得差不多少的时候，指望他自己就蹦出来了。再说他真是失踪了，家属肯定会来报案的。他好像没有什么亲人呢，他唯一的儿子现在已经在国外。那也没得出国去看儿子去了。这样，罗队长，实在不行呢，你就留个联系方式，什么时候他在这边露头了，我通知你。啊，对了，能把这里的会员册拿我看看吗？好吧。应该说看不见。看看就得了啊，人家可说了，要保护客户的隐私，别拍照。这人你有印象没有？没有印象。哥，你到里边躺会儿去吧，别扛着了，里边暖和，我在这盯着就行了啊。那怎么行？你总不能一宿不睡啊？哎呀，我一宿不睡没关系的，关键是这火不能灭呀。万一灭了，你这个黑暗恐惧症一爆发，那我上哪儿喊救命去啊？啊？哎，对了，我一直想问你，你说你睡觉一闭眼不也是黑咕隆咚的吗？这恐惧症不会爆发吗？闭上眼睛也是可以感受到光的存在的。哈哈。对了，你都是快要当爹的人了，那孩子预产期知道了吗？还有1个月吧。男孩女孩，咱也没给医生塞红包，我哪知道啊？不过无所谓了。这男孩呢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只要是银行我都爱。名字想好了吗？还没呢。哎，对了，咱们家是不是应该是按字排辈儿啊？哎，我记得咱爹那会儿说，应该是什么来着？啊，广图洪涛。哦，广图洪涛，那就应该是涛嘛。涛，哎，关饕餮，怎么样？这不是一个字儿，啊，不是一个字儿啊。那要不这事儿你来得了啊？哪有自己孩子起名字让别人来？反正是咱们关家的后代，还分什么你的我的？那不是也是你的孩子吗？别胡说八道！嗨，咱俩是双棒，从 DNA 等位基因的相似度上，肯定是超过90%以上的。就算真的做亲子鉴定，也分不出你我来。啊，对了，哥，有句话我得先跟你说一声，万一呢，周巡真把我给抓着了，你可得帮我好好照顾小饕餮啊。黄宇，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陷害你的人，你会怎么办？那你就更得帮我好好照顾小饕餮了。
请。烦不烦啊？你给我说实话，关队这次到长春来，你说要见什么相好的？这是不是顽球啊？别的我不知道，自打他干刑警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春，除非有什么相好的陪着他去。不可能。我查过他的房间，很显然只有他一个人入住。他人呢？酒店人跟我说，关队向他们打听了附近有没有租车公司。他到长春讲学都是车接车送的，他想租车要去什么地方吧？行了，我知道，我联系长春那边同事，让他们帮忙查一下吧。不用了，这边啊敷衍你的可能性很大。我现在去租车公司。好，随时联系吧，只要有什么事儿，我马上过去。嗯。是刘长云打来的吧？这老小子什么都不明白，还到处下漏斗，实在是很讨厌。不用理他。这上面的名字，确定8九不离10吧。这上的人，全部都要铲除掉。你可要想清楚啊！这么大的一盘棋，你自己下得好吗？看我的造化吧！那你可千万要拿捏好，这要是砸了，我也罩不住你。对了，小关那边你搞得定吗？放心吧，他没问题。既然说好了，天黑之前把车还回来了，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你们就不着急？哎，老哥，租车这事儿哪有谱？再说了，我多租1天，我多收1天钱。去后三家那边没大路，本来就不好走，那时间耽误了，多正常。后三家子？对呀，他说他要去后三家子，还跟我打听道了呢。我师傅，这到后三家还有多远啊？远倒不远，就是道不好走啊，得1个点儿吧。1个点儿？哎呀，师傅能快点吗？回来了，这家伙还冻的，上炕上炕，哎，炕上暖和。赶紧赶紧，来，尝一口尝。哎，
这家伙看你在外边是冻一宿啊！哎，没想到，看到你们北方把我们家冷到这种程度。找着他没有啊？找到一个，你们这地方叫平阳馆的线索就断了。哎，我知道那儿啊。这家伙你查的够深了，外地人一般不知道。外地人啊？你的意思是说，我要自己？你自己？没人告诉你，你上哪儿找去？你自己呀？喂，平阳馆吧？啊，不好意思，这么早啊？是这样，我是咱们的会员。是今天跟几个朋友啊谈起咱们这地方，都说挺好的。他们呢，想让我打听一下，办个会员卡。对。啊，必须是老会员介绍的才可以是吧？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会员卡的序号是自己选呢，还是是按顺序啊？好，谢谢啊。好一家，咋的？你认识好哥呀？你知道他吗？好哥是外地人呢，老有钱了。他好像是沈阳那嘎达，头些年上我们这儿来办矿，一家伙发了。这说起来好像是去年，他也到这儿买过老乔的消息。那到哪能找到他？哎呀，这……哎，哥，咱得加把劲儿。今天要再走不出去，看来我就得冒险去找只狼给咱俩吃了啊！狼是国家保护动物，你不想罪上加罪吧？狮子多了不怕咬啊！走，出发！前2年我在这儿拿了2个矿，咱这不是外来户吗？当地人不买账，说什么也不让开。后来听道上说有个叫乔森的，找什么人都可以问他，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小叶，说他很擅长摆这些事情。然后你就联系到他？对，这个姓叶的在金港，我把他接到这儿，一天好吃好喝的，跟他说清楚了我的情况。不过我看不上这个人。怎么讲？这小子心眼太多，做人不场面，说白了就是不对路呗。看不上归看不上，不过他的确有一套。在我这儿待了1、2天就走了，隔了1个礼拜，矿脉地头上挑事那拨人里，几个带头的据说都没了。那这个姓叶的，你跟他后来还有来往吗？没有。那他最近来过吗？就算来过，我也不知道。如果你非要找他，可以像当初我那样找乔森，更靠谱。我就是来找乔森的。他不就在那个小酒馆？对啊，他常去那个小酒铺啊。我去问过，不过这个人呢，能有1个多星期没有出现了。小道，你前2天在哪儿看见乔森来着？啊，就是那个红街那边，在那个呼吸路口呢。我只看到一个背影，应该是他。你能把这个时间再说具体一点吗？不是3天前，就是4天前，晚上10点、11点吧。
没钱是我这吃啥饭了呀？谁说没钱了？不一谁家回事了？走吧。什么意思？走吧。我干什么玩意儿？查错。你别理他了。你干啥呀？小凤，你不行，听到没有？走吧。认识这人吗？他这。 哥呀，你别看你平时在支队威风八面的，到了这种环境，还不是怂的出奇呀！啊，坚持一下啊！这已经到了公路了，我敢保证，肯定有车，啊！等咱搭上车就踏实了。哎，忍着点啊，坚持住！哎呀，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哥？有车吧？来来来。 哎，小心点！你行吧？啊，没事吧？啊，坚持一下啊！你听我跟你说，等一会儿进了城呢，你先回酒店歇着。刘长勇不是来了吗？我去会会他啊！等着啊！师傅，啊，师傅，停一下，师傅，啊，师傅，师傅。 搭一下您车啊！好，上来吧。哎，谢谢啊！上来吧，上来。行吧，哎，你坐后边，行吧？哎，谢谢啊，师傅。哟，走。这要这么喝下去啊，压在柜上的钱恐怕就不够了。找着好哥了？他手下人说，3、4天前在红旗街那边见过乔森。红旗街？红旗街那边老乱了，老乔上那儿干啥去了？甭管他乱不乱的，好歹没一竿子给我支到后3家子。 不是那小子吧，忒不讲究，那人话也不会好好说啊。还有那天有好几个，那都是背了案子的，你看他那做派，那就跟公安似的。你这好几个都是偷家伙呀！我把他打发走了，我跟你说，我那是救他了。再说了，他后来吧，他这不来了吗？ 哟，走。这要这么喝下去啊，压在柜上的钱恐怕就不够了。找着好哥了？他手下人说，3、4天前在红旗街那边见过乔森。红旗街？红旗街那边老乱了，老乔上那儿干啥去了？甭管他乱不乱的，好歹没一竿子给我支到后3家子。不是那小子吧，忒不讲究，
你这人话也不会好好说啊！还有那天有好几个，那都是背了案子的，你看他那做派，那就跟公安似的。你这好几个都是偷家伙呀！我把他打发走了，我跟你说，我那是救他了。再说了，他后来吧，他这不来了吗？老刘啊，你这大老远的跟着我跑到这儿，不会就是为了跟这老哥一块耍我吧？你甭跟我扣帽子啊！我还想问你呢，你借蒋学的机会来这查乔森，为什么不直说？直说，然后让你大刀阔斧的带人过来，还有人敢真的开口吗？不好说，但至少比你去后三家的那么远。你呀，还是不相信支队。我那是不相信你。哎，你们二位真是公安呢？老板，来壶酒。哎，乔森这条线索你是怎么知道的？林佳音在殉职之前跟我提到过这个消息，你呢？我是顺着季杰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号码查过来的。看来咱们都是查的这个小酒馆以后就断了线索。不，我去过他家，去过银行，还去过一家高级会所，以及洗浴度假村，而且我的线索没断。有人在红旗街见过乔森，我查到了一些线索。关队啊，是否感兴趣去一趟啊？麻药有效果了，你们俩看紧他，有什么意外情况，马上到外面叫我。你的病人运气还不错，好多送到我这儿来的人都不如他。坐，你毕竟在救他们。如果说给他们打上一针70毫升的吗啡也算救的话，也算是。虽然我说不好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救他们，但对他们来说，也许确实是他们心里想要的。你们为什么找他？一开始想找他了解一点事儿，现在来看，没必要了，就是想去看看他。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不能说没就没了吧？你们是公安，没错吧？这是我的证件，过去呢可以核实一下。
你们看他，也不会让他变得更好。也许吧，你应该能理解啊。这人有时候吧，明明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可是心里啊，总还是在想去做些什么。跟我来吧。他的眼睛，不光眼睛，连耳膜和舌头都。这一路上，他全凭着自己的直觉摸到我这里来，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不是说在东北，没人能把他。是啊，不管谁干的，不过他们确实没有伤害他的性命。时间正好，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一下，还能赶上最后一趟去京港的飞机。关键刘队，车已经在门口了，咱们走吧。走，你们走吧。那好，先走了啊。
你怎么来了？你帮我跟大哥解释一下。长春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查到这一步，但请大哥放心，我会想办法补救，挽回局面。你帮我转告大哥，这次不管搞出多大动静来，我都会自己收拾干净的。别他妈跟我提这个！要不是他那套无厘头的执念，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告诉你，姓关的他必须死，怎么死不是死啊？行了，事后我自己跟大哥说。等下了高速，关老师，你想去哪儿？我送您。我现在已经不是支队的顾问了，你用警车来接我，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关老师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刘队了呢。说到你父亲，我这次在长春终于能有机会跟他坐下来好好聊聊了。你知道吗？其实他不希望你干刑警，或者说一线刑警，是因为刑侦工作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外勤这一块。可是，天下的父母其实都一样，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是一回事儿，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女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生。也许刘长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但那毕竟是你的亲爹，是这个世间最牵挂你的那个人。这是他和您说的吗？对，从小酒铺子到机场的快餐厅，我们没少聊。你们居然还能在酒铺聊，他酒量很差的，您不会是把他搀回去的吧？他没怎么喝，我又从来不喝酒，就是聊聊。你知道的，我一喝酒就出洋相，所以戒了。那你有机会也劝劝他把酒也戒了吧。喂，电子巡逻图显示你的车在机场高速。我让小陈去接老刘了，那么你接的就应该是老关吧？如果他在你边上，让他接个电话。关老师，周队找您。喂。哎，我说老关啊，电话都不接了啊？你这是就坡下驴啊？怎么着，真打算不干了？现在找我什么事儿？金山的案子已经结了，咱们的戏也该收场了。赶紧回来恢复顾问的身份。哎，说正经的，你去长春有什么收获，分享分享呗。等见了面再说吧。也行，那我让小周直接把你送队里来。我还要去支队附近办个事儿，等办完了直接去找你吧。哎呦，那你得抓紧啊，天快黑了。什么意思？嗨。老刘好不容易能回来替我值个夜班，我可以回家睡个囫囵觉。反正你快点吧。好，我知道了。我先走了，一会儿回支队。好。
哥，那批钱是以前3个社的一批大买卖，但天上车祸的人给3个订回过，这批货不能往井盖卖。3个后来赶过来，也是为了让着我做这批货。知道当初把这批武器出给孟州谋的卖家是谁吗？不知道，喝酒的时候好像听3个念叨过几句。卖家是井盖的，好像是个警察。大家好，每天聊点育儿经，更新您的育儿观，解惑您的教育误区，用智慧成就幸福家庭。我是周正周老师，每一天。喂，我不知道。周巡急着见我倒不是问题，但我觉得他的口气有异样。天马上就要黑了，咱们赶紧交接吧。为了节省时间，就穿第4套衣服。哦，对了，行李我放在小周车上了，你记得赶紧拿。手机等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你赶紧换衣服啊。走。关队，如果你们兄弟的身份要是曝光的话，我得提前告诉你，我做刑事辩护的收费可不低。如果真到了那个程度，我相信你有很多辩护以外的手段帮助我。我先拿这话当好话听，找我有什么事？我去长春调查的结果，你大概都了解了吧？和我有关吗？简单点说，随着调查渐渐的深入，叶方舟可能还有他身后的势力，一定有所察觉。事情到了这个局面，所有涉事的人员其实都存在人身安全隐患，我需要你的协助。新城前一段时间被抽调去保护的那个卧底探员，身手好像挺不错的。听说当初是你半个徒弟。他在剿灭金山犯罪团伙的时候牺牲了。我知道，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他要是还活着，不是更适合协助你吗？阿斌，我是在求你帮助我。好吧，说来听听。放心吧，我尽力而为。那就多谢了。如果目标出现危险，你会？我会尽力斡旋，把情况化解。那万一不能和平解决呢？无论和平与否，我都会解决的。这么说，你该放心了吧？韩斌，你是罪犯吗？关队，你还是警察吗？
东东，找我有事儿？您出差这么辛苦，回来还要值班，就不能和周队换一下吗？哎，也不能这么说嘛。我不在的时候，这周队啊，也是不分白天黑夜的，轮周转嘛。来，给你买的。给我买的。谢谢啊。您知道吗？周队也许要恢复关老师的顾问身份了。啊，你还希望给关老师做助理啊？这个我可说的不算，我得听领导的安排。哎，你这口气，怎么这么像我说话呢？啊，我明白了，你呀用这种方式来教训我，对吧？哎呀，是啊，这种口气说话呀，确实招人烦呐。这过去的事儿吧，我既谈不上了解，更不能理解。也许婚姻关系中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过去的就该过去了。后来，我只是嫌弃你作为一个支队领导的做派。但就像关老师说的，人无完人，是吗？我来支队，其实就是想得到您的认可，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我不喜欢您的工作方式，但也不应该这样对你。讨厌我这种做派的人啊，也不止你一个，我以后一定要注意。毕竟10多年了嘛。哎，东东，以后碰到我还是这种口气的话，提醒我一下，啊，要想让我一下改啊，也不现实。但是啊，跟自己的孩子说话还打着官腔，真是啊，蠢到家了。哎，东东，今后在支队，不管你在哪个部门，是组织安排也好，还是你自由选择也罢，我呢都义无反顾的尊重你的选择。你长大了，爸爸相信你有能耐规划好自己的一切啊。爸，谢谢您，要注意身体。奶茶要记得趁热喝哦。小周，哎，周队，关老师回来了吗？啊，我正找他呢。不知道。哎，不过他好像刚才和我说一会儿会来队里找您。刘队看见了吗？哦，他应该回办公室了。哦，哎，对了，你把213那个物证调出来，一会儿我要看。嗯。哎，周，王哥，周队让我调一下7173号物证。吴征江灭门案。啊，周队老调这个，怎么又要
翻过来查了吗？上意难测呗。来，弄个记吧。谢谢王哥。叶哥，怎么样了？妈的，还不来人？还不来？大哥，他说那个……别他妈管大哥了，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就差这一下了。哎，终于来了。哎，老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周巡，我哪敢呢？再说了，我行李还在小周车上呢。哎，等一下，咱就别回去了。我刚跟老刘置了一肚子气，咱哥俩溜达溜达去。啊？走。叶哥，你疯了？那可是周巡啊，这可是公安局门口，你不在这儿开枪，大哥要是知道，是再也不会把我们兜着的。也就是说，这回你去长春，算是彻底坐实了叶方舟的嫌疑。那你觉着，如果把姓叶的小子能够抓住，当然，最好连同他身后的什么人一起拎出来，对你弟的案子会不会有帮助啊？当然有。在王志国袭击支队并销毁案卷的后续调查中，你干掉了那个以化名冒充目击证人的安婷。安婷与金山倒卖的军火有关，而那批军火的来源又有叶方舟的事儿。虽然这些看上去并不是很明显的证据链，但其中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等等，就算叶方舟倒卖军火、盗卖赃物，甚至手上可能还有人命，他和安婷相识也没错。但安婷为吴征的灭门惨案做了伪证，以及和王志革袭击支队的事儿有关联，这并不能代表关宏宇就一定是清白的，更不能代表叶方舟就是陷害他的主谋。是。希望抓到他们以后，一切就都能真相大白了。反正我是相信我弟弟是被冤枉的。你当然要这么相信才对，但很可惜，我不相信你是被冤枉。我知道，高亚楠相信你，而且在案发之前，你们就已经和好了。当然，还有你哥，他冒了这么大险，和你共享同一身份。对，你们俩才敢耍了我这么久。怎么着？这么久还不扑过来？是因为在支队门口不敢动手，
还是上次被我打趴了。周迅，你是不是想抓我弟想疯了？关宏宇，别再隐瞒了。上次在水房你拿枪指着我，还记得跟我说了什么吗？谁想到你也在这儿？你他妈也没想到要让我拿枪指着这一天吧？我再给你提个醒儿，上次在公交车上发生的事情，你也应该知道吧？千万别乱动啊！我这枪一走火，不定打到谁身上。百密一疏啊！你们哥俩在我眼皮子底下养了这么久的双簧，却因为这一点点小的失误，在水房那次，你并不是第一次拿枪指着我。当然，你以为是，这也没错，因为上一次是你哥。想什么呢？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既然决定不让你参与这次抓捕了，周迅为什么还要把我哥透露出的配件厂的地址告诉你呢？原来你要找我哥，聊的就是这事儿。你一直对能抓到我，真是有执念。事已至此，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就想告诉你，如果在你心里我是杀人犯的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吴征那一家5口是我杀的，那天在水房，我手里也不差多你这一条命。宏宇，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不跟那些人鬼混了？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行，我向你保证，以后呢，只跟着你鬼混，行了吧？不许骗我啊！我不骗你。我在街面上耍这几年呢，虽然都是小打小闹，但也承蒙各位的照顾。这眼瞅又是1年了，我琢磨，我这岁数越来越大，也该收收心了。我打算以后本本分分过日子。从今儿起，12点以后，咱北城街面上就没我关宏宇这一号。一个是向各位表示感谢，再一个跟你们道个别。先干为敬，啊！坐着。关子，要不是认识你这么多年，哥哥我还以为你跟我闹着玩呢。咱们不是居委会大妈，思想工作。咱们就抛一边儿，兄弟，给个痛快话，有商量吗？我也不瞒你，这钱不是你的就是我的。你要是把它收了，舒舒服服的入行；我要是把它收了，就得按规矩纳投名状了。你好好想想，不要让哥哥太难做。
难做人呢，还是难做狗啊？干他！别跑！别跑！站住！喂，他妈的，这小子他妈翻脸跑了！喂，郝宇，这都快12点了，你怎么还没回来？你在哪儿呢？丫的，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啊？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我跟一帮人，我有可能杀了人。什么？杀人？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问我哥。哎，哥，你听我说，赶紧跑吧！啊？什么？出人命了！现场有证据显示，很可能是你干的。不出意外的话，天亮之前协查通告就该公布。你要么投案自首，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要么就赶紧跑。你说什么？真是天不绝我呀！既然这样，咱们再推一把，让他们整个长风支队都瘫痪。这样，你听我说。你被通缉是因为杀害了吴征一家5口。你知道吴征是谁吗？说心里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杀害一家5口的通缉犯呢。你们哥俩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不止一处。吴征是我们的人，他是市局的卧底。他们一家遇害的那天早上，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跟我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发现：长风支队被犯罪集团渗透了，而且延伸到了级别很高的程度了。吴征既然是市局的人，为什么会跟你通电话？越来越像你哥了。问得好，因为我是他的牧羊犬。就像赵新成之于林家印，出于行动保密的需要，市局经常会从各分院局抽调人手，参加行动外围的保密工作，或者是联络工作。因为这行经常会开玩笑说，卧底是披着狼皮的羊，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牧羊犬。我的羊死了，而且死了一窝。从现场证据上看，杀他的人就是你。但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你想怎么样？你被通缉是因为杀害了吴征一家5口。你知道吴征是谁吗？说心里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杀害一家5口的通缉犯呢。你们哥俩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不止一处。吴征是我们的人，他是市局的卧底。他们一家遇害的那天早上，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跟我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发现：长风支队被犯罪集团渗透了，
而且延伸到了级别很高的程度了。吴征既然是市局的人，为什么会跟你通电话？越来越像你哥了。问得好，因为我是他的牧羊犬。就像赵新成之于林佳音，出于行动保密的需要，市局经常会从各分院局抽调人手，参加行动外围的保密工作，或者是联络工作。因为这行经常会开玩笑说，卧底是披着狼皮的羊，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牧羊犬。我的羊死了，而且死了一窝。从现场证据上看，杀他的人就是你。但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你想怎么样？周旋，你因为被举报涉嫌谋害刘长勇副支队长，现在市局指派海港支队调查此案，决定对你采取拘留措施，带走。辛苦了，哥几个。小王，哎，郭大，怎么样？什么情况？心脏病、脑溢血还是中风？到底什么症状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哎，我知道了。可是现在，应该我去啊。那小周他……我没想好，这太突然了。你赶紧先回来吧。怎么出什么事了1个小时以前，刘长勇在自己的办公室休克，送到医院抢救，但是……你是说刘长勇他？不知道为什么。市局认定周迅有重大作案嫌疑，让海港支队把他给抓了。你是说刘长勇的意外，周迅要负责任？不，市局认为刘长勇死于谋杀，周迅是最大嫌疑人。哎，行了，甭解了，这不是有规定不能解除借据吗？就这么着吧，啊。姓名：周迅，年龄35，住址：长风区罗家里6号楼901。籍贯：忘了，我爹山东人，我生在咱们青冈。家庭成员：就和我爹2人。没事儿啊，该怎么问怎么问，你们不要有顾虑，做好你们工作就行了。
哎，站住！你谁呀？请出示证件。我是这儿的顾问，没有证件。以前是这支队长，随便找个同事都能证明。关洪峰是吧？你的顾问身份解除了，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如果你有什么私人物品要拿走的话，我们会另行通知你时间。现在支队谁负责指挥？这个局里自然会安排，与你无关。北岗支队勘察现场。刘队是昨天的夜班代班领导，可能是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值班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去配楼宿舍睡觉去了，办公的人差不多有10来个人左右吧。我刚上厕所回来，周队正在往楼上去，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们也是听见他们俩吵起来，才知道周队没有走，也不知道他们是为什么原因吵起来的，但确实吵得很厉害。你有听到他们争吵的内容吗？就1句半句的，也没听太清楚。是什么？你他妈这是找死！大概就这一类的吧，应该都是气话。我拿着报告去找刘队审批，结果一进门就发现他倒在椅子上了。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往救护车里推的时候，我注意到刘队的指尖有些发青，口鼻中有刺鼻的辛辣味道，牙床和舌尖出现了很多密集的小水泡，属于非常明显的中毒症状。18点37分，总队接到了长风支队的紧急举报，说副支队长刘长勇与原支队长周群在发生冲突后不久中毒昏迷，人已拉去抢救了。毒源锁定为他办公桌上放置的一杯花生奶茶。监控显示，刘长勇与周群发生冲突之后，周群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几分钟后，刘长勇离开，随后周群独自一人又回到了刘长勇的办公室内，并且停留了1到2分钟后离开，步行走出了刑侦大楼。与此同时，刘长勇回到了办公室，几分钟后，他晕倒在自己的椅子上。你看。所以呢，可以确认周寻的作案嫌疑了吗？在毒源的杯身上，我们发现了新进的3组指纹，第一组是刘长勇的，第2组是长风支队的刑警周书彤的，还有1组就是周寻的。核实得知，刘长勇和这个周书彤是父女关系，这杯花生奶茶就是他买给他的。非此即彼，是不是只要排除了他的女儿，就可以确认是周寻？关于指纹的鉴定，市局的同事发现了新的疑点。现在我们查出，周书彤的指纹只在杯身上有，而刘长勇和周寻的指纹不仅杯身上有，杯盖上也有。那么换句话说，除非刘长勇给自己下毒，否则打开杯盖做手脚的应该只有周寻。卖奶茶的就没有留下指纹吗？白局，我们没有采集到其他的指纹，不过这也说得过去。制售奶茶的食品加工方很有可能是戴着手套作业的。好的，我知道了。等有进展的时候随时联系。好的，关队，随时电联。叶方舟，肯定是叶方舟。你这么快就确定这事儿跟周迅没关系了？周寻这个大老粗，你要说他活活把谁打死，我信，但我绝不相信他会使用投毒这种小伎俩。更何况他是在自家的支队，到处都是监控，他又不是不知道。没错，这件事有很大的疑点，尤其是这刘长勇一上急救车，市局那边立马就接到举报，指向性异常明显。事关十分院局支队领导的生死，市局反应迅速，也在情理之中。宏宇向我描述过当时的情形，别的不说，他正和宏宇了解从长春调查回来的线索。当时他的表情、语态都非常的轻松自然，不像是刚投毒害过人的样子，对吧？
说的事别跟你哥说。从之前有过2次意外之后，周巡就一直在暗中追查长风支队内有没有被犯罪分子腐蚀或者渗透的情景。从现在的情形来判断，他侦破的方向是对的。如果说周巡真的是被冤枉的话，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市局已经调查出毒源是那杯花生奶茶，从监控上看，刘长勇在饮用奶茶之前，除了周巡，没有任何人进出。所以，在剩下的这些可能性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查一下奶茶什么时候被下的毒。市局不是已经查到那个杯子上面有周书彤的指纹吗？你说到点儿上了。我在支队这么多年，从不记得刘长勇是那种给自己买花生奶茶喝的人。得找机会问一下小周，那杯奶茶是不是他买给刘长勇喝的？等会儿我去医院问问。哎，如果我们能核实出那杯奶茶是在哪儿买的，你有没有把握把沿途的监控录像都调出来？不是，那你看你想看哪种监控啊？其中它交通监控和安防监控它破解办法是不一样的。你到时候吧，它不是说你行了，反正现在咱这状态也虱子多了不怕咬，我就都把它破了，你到时候看呗。先把机票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佳音，你准备飞长春吧，务必要保证乔森的安全，他可是咱们手上最有价值的证人。就目前情况看来，叶方舟这伙人已经丧心病狂，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随时陷入凶险。那倒无所谓。如果陷入你所说的境地，交战的规则是什么？等到了正面交锋的时候，咱们绝不能手软。就算为了对付他们，你最好不要变得和他们一样丧心病狂。哎，王队，你们2个先到车里边等我。好。小周他，谁都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询问家属啊。不过没办法，市局盯得紧，老白压力也大。我这算是上车下派吧。还好你们没把他给定成嫌疑人啊。按正规处置啊，他是刘长勇的直系亲属，又是买送奶茶的人，所以嫌疑最大。不过也恰恰是如此啊，所以在最一开始就排除了他的嫌疑。一方面是他缺乏杀人动机，另一方面，他的指纹并没有出现在杯盖上。就算刨去这些吧，这孩子一直跟着你，你觉得他像是那种投毒杀害亲爹的人吗？我怎么觉得并不重要，证据才是最关键的。他怎么跟你们说？这孩子倒挺坚强的，脑子也清楚。据他的回忆，他是在支队南侧的85度C 面包房买了2个面包和2杯饮料，2杯饮料当中1杯是咖啡，1杯是花生奶茶，然后就开车回到支队，把面包和奶茶交给了刘长勇，自己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就去食堂喝了半碗粥，然后就去佩楼的宿舍休息了。能确定那杯花生奶茶是被投了毒吗？技术队的初步检验结果是生汞混合物，不过和刘长勇中毒是否对症，还得等验尸结果出来。这不，法医正在征询他和刘队家属的意见吗？那也就是说，这杯花生奶茶从小周拿到手一直到交给刘长勇，这之间就没易过手是吗？从周书彤送完奶茶到刘长勇中毒昏迷，这中间只有老周2次出现在刘长勇的办公室，所以这个结果对老周可不怎么有利啊。哎，那小周手里那杯咖啡呢？他说他喝完了，然后就扔在那个食堂门口的垃圾桶里边了。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把那个杯子再找出来验一验。小周那杯咖啡应该是安全的，否则的话，他也早出事了。难道这个凶手就认定刘队一定会喝那杯花生奶茶？或者说，凶手确定小周不会喝那杯花生奶茶？随着联系。好嘞。好了，你看啊，这个人他来了，进去了，买完了，出来了，没了。那这能有什么帮助？看不到他车吗？根本拍不到。面包店门口它有盲区，它停在外面了。哎，花生奶茶之类的热饮是不是都是现调现卖的？对啊。哦，你是怀疑面包店的店员偷的渡？啊？哎，你看这人怎么又回来了呢？这是手机落在里面了。不管是因为什么，他回面包店手里没拿着饮料。能不能找其他角度的监控？我想看到车。峰哥，这我已经尽力了。这面包店附近的交通监控、安防监控，所有的监控都在这儿，没有一个能拍到那辆车的。就包括你在他车里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面包店门口，它这个监控就是有盲区，你这能怎么办呢？关队长，方队，好久不见。啊，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刘队的爱人现在里面，能否做尸检，我们要征得家属的同意。周警官那儿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授权书上还需要刘队的陪我签字。行，那你先忙。我记得和关老师办过的一个案子里，有一个被害人叫齐卫东。我在法医室的门口见到了他的女儿。和关老师学习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知道，人在面临巨大的噩耗时，会经历否定、抵触、悲痛和接受这4个不同的阶段。那个女孩没比我小几岁，现在想想，她似乎不处于任何一个阶段，也可以说任何阶段的状态都有一点儿。她这么多年来，盼望的就是能和父亲相聚，可结果呢，却派来一个阴阳两世的结果。而我呢，父亲每天都在身边，而我却从来没有把他当成爸爸看过。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执行任务。别人去不行吗？别影响警察办案，你别跟着我，自己能搞定。我这不是都是一直想办法保护你吗？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不像您刘长勇这副官僚兮兮的嘴脸。你说你这种人能当上副支队长，简直就是我们支队的耻辱。你不是给他买了吃的和饮料吗？
我想你们现在的关系肯定比原来好太多了。对啊，就这么唯一的一次，还给了别人下毒的机会。负责抢救的医生告诉我，是中毒导致器官衰竭。刚才海港支队的人也过来问我去面包店买东西前后的情况，再加上何法医现在也在等着尸检的许可文件，我还是能想明白的。现在还不能确定，何况真有人想故意投毒，总能找到机会。这种情况有很大的偶然性。当初他俩离婚，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妈妈病重了，没过多久也去世了。叶方舟也被他开除出支队，继而和我分手。所有的这一切，我一直认为都是他造成的，而我当时以为自己能做的，就是拿自己的命换他后悔一辈子。其实，他还是挺牵挂你的。对呀，人长大一点儿，其实就都明白了，这些不过都是简单的因果。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俩就不停地争吵。他不愿意继续不幸福的婚姻，所以重新做了选择。我本来就不去探究事情的因果，只在乎自己对结果的感受。你说我是不是很幼稚、很自私？或者说是很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好警察，但在我看来，也许做警察和做人一样，都有长有短。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我现在理解他，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他呢？他是我爸爸。当初齐卫东的女儿恳求我，一定要找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可我不一样，我是一名刑警，我一定要自己把凶手找出来。干嘛？老周，赵伟，他是坐着，我也没问你。这样，我来问，你们进。怎么着？铐子都不给摘，太不给面子了。行了，你这么弄我更摘不干净了。就这样。昨天晚上，你都干什么了呀？昨天晚上，昨天晚上老刘出差回来，然后我让他帮我值个夜班，然后头6点我找他说点事儿，然后6点之后我就离开支队了，然后在门口碰见了老关，我和老关随便聊了几句，大概其就是聊了聊，希望他能继续回来当顾问的事儿。对，哎对，然后你们就来了，就把我带走了，我当时都不知道老刘出事儿了。那你和刘长勇见面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呀？我们就是说说他在长春得到的那些线索，该怎么往上汇报。你们队楼里的其他人都听到你和刘长勇有争吵，
是因为工作汇报意见的不合？因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我们俩不一直就不和吗？这句不用记。该怎么记怎么记，全队上下都知道我们俩不和。但是老刘是我们支队的人，我周巡的枪口向来是冲外的，绝不冲自己人。那你又回到刘长勇的屋里边，又看见那桌上放着一杯奶茶吗？当时没有，我第2次去的时候，我才看见他桌上放着一杯喝的。当时我特别困，我以为咖啡呢，我打开一闻，不是啊，奶不兮兮的，我就放那儿了又。那就是说，你承认你在和刘长勇发生争吵以后，又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单独的进入过他的办公室，对吗？我去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不在办公室啊。你和他刚吵完架，你又回去找他，为什么呀？事儿没说完呗，还能为什么？然后你就离开了支队。对。你们俩先出去一下，我和老周单独聊2句。车队啊。出去。这么多年兄弟了，我也就不绕弯子了。刘长勇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有关。喂，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啊？没有人。我说没人，没人，你抽调个屁呀！预审也来借人，派出所也来借人，巡查也来借人，哪他妈还有人啊？啊！你找治安队拆对吧？啊，就这样了啊！喂，哎，是我，谁？哎，老高是吧？哎，我让人过去了啊，不是什么刑事案件，就是一户人家把羊腿挂门口了。对，羊腿什么人腿啊？我告诉你，咱不说老百姓了。就你们这派出所辨别能力太差。行，好，我知道了。哎，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啊。啊，好，过年好。哎，好嘞，哎。喂，我周巡，啊，不是你跟台子里说，我这没有台子呀，台子都拿出去了。对，哦，马上到是吧？行，那我下去啊。喂，我周巡，啊，我没受着啊。行，那我下去看看。哎呦，别提了，今儿接了6起纵火案，没有1起跟纵火有关系的。啊，行啊，去，行嘞，好，派人，好，等着啊，去一会儿。周哥，刘队呢？刘队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看春晚呢？没有，刚才市局那边又发了一个通告啊，幺零中心又给来一个案子，你说说。你帮我接个电话吧啊，我有个案子来不及了，我先下去。哎，对了，快啊！把你那台子借我使使，我这没有了啊，给我用啊，谢谢啊。哎，稍等，回话。收到，听讲。啊，远洋洗浴中心刚接到纵火报案，你们去现场看看是哪个缺心眼的把2踢脚崩到人房顶子上了。啊，哥几个辛苦了啊！哎。大哥，去哪儿？去哪儿？疼！哎。嘿，又是那小子啊！周哥，行，还没到12点啊，好样的！刷了去年记录了，今年都3进宫了。签个交接单。周哥，这是误会，他这手表就放在那儿，我以为没主呢，我就顺手。行了，误什么会啊？啊！事后你打人失主怎么回事？不是，行了，得了。哎，哥几个辛苦啊！把他先加那个暂看吧，行吧？啊，对了，会议室有吃有喝，歇会儿暖和再走啊。好，辛苦啊！哎。哎，对了，刘队，那个小王刚才找您说市局有个什么通告要给您，回头再说吧。好。喂，哎呀，你别着急，我还没看见传真了，我就看见现在给不了你啊，这技术队都散出去了，就踏实等我电话吧啊，行了。哎，王，哎哥，谢谢了。哎，客气。哎，
让你把这给我啊。行，我刚看刘队出去了，一会儿我给他。行。哎，要是二队在那个台子里说一个灭火案的事儿，你叫我一声。哎，行啊。哎，忘了，这是什么？哦，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那个110中心啊，转过来一个案子，然后说是曙光4号院入室暴力犯罪。秘密报案，这靠谱吗？那谁说的准啊？领导说了算。行吧，那回头我给关队打个电话。啊，哎，对了，一会儿你下来时跟战宽说一声，把刚抓进来那仨人分别关押。我一会儿下去问口供。行啊，放心吧。哎，走了。不接电话呢。确切的说，从一开始。从2月13号那天开始，所有跟这个案子存在关联的人，都和他的死有关。凶器啊，不可能是在这里面的，不用翻了。哎，你看这儿是不是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手铐之类的东西吧？是吗？还没联系上关队啊？没有。你认识他？啊？谁？不认识，不认识。回来了，周哥，周哥。哎，哎，周哥。哎呦，关队，你可回来了！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鞭炮声太吵了，没听见手机响。哦，你怎么不在现场盯着呀？啊，我这勘察差不多了，我跟老刘吃口饭去。老刘呢？回队了。凶器都没找着，叫勘察的差不多了。凶器找着了？小高在楼道垃圾桶里找着的，上面有血迹和指纹。哎，对了，那个技术队在现场也发现了一块带有毛囊的头发，如果是凶手的 DNA 再加上指纹，那就是铁证。只要能找着人，这孙子想赖都赖不掉。关队，结果比对出来了。谁呀？什么？看看。现在这么看，这辆车用的是套牌。根据车牌号分析，这很有可能是一辆09年的海马。能从视频里看清楚司机的脸吗？现在这光线和角度实在是太不理想了，看不清。现在基本上能确定，他一直在跟踪我和周树桐。哥，你有没有想过，不管是谁往奶茶里下的毒，他可能想毒死的并不一定是刘长勇。当然，他看到小周买了2杯奶茶，却选择了其中1杯投毒，应该是排除了几种可能性，譬如小周会一下喝掉2杯奶茶，或者他选择花生奶茶喝。
他知道周书童无论如何都不会喝花生奶茶。要不你就再来一个花生牛奶。不用了，我吃花生过敏，一吃就长痘痘。遗传吧？啊？那倒不是，我父母都不这样，就我这样。所以说，他了解小周的生活习惯，甚至知道他吃什么不吃什么。从动机上来看，这杯奶茶不是想毒死我，就是想毒死周巡或者刘长勇。为什么呀？因为周书童的办公室里有很多的同事，你去待一段时间就知道了。要买的话，每人买一份，要不就干脆不买。他只多买了1杯奶茶，恐怕是给某个领导。从隶属关系上来推测，关宏峰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他也不在意毒死其他人。你说，周书童回去取手机，来回来去也就1分钟啊，凶手是在这个时间下的毒吗？应该是。开警车外出，不锁或忘锁是常事儿，因为开的是警车嘛，总觉得一般人轻易都不敢碰。再加上武器和步话机都随身带着，里边也实在没什么可偷的。姓叶这小子，我真是见缝插针不拉空啊！不是，但是现在咱们还不能确定这车里坐的人是谁呀？就这段时间，我们追的线索基本上都跟他有关。首先是王志革在押送途中被劫走，随后袭击支队，而王志革后来袭击支队用的那支枪，是我2年前和500遇袭时丢失的一支警枪。这起事件到最后，安婷因为被周巡看出马脚，想杀周巡，反遭击毙。而安婷死之前，最后见的人就是叶方舟。而且不要忘了，这个曾经化名为安藤的安婷，是洪宇被陷害那个案的所谓的目击证人。到了金山那档子事的时候，叶方舟为什么要跟着你啊？这个点我一直也想不明白，但是毫无疑问，他对这个事儿很上心。刘长勇之前循着线索一直追到了吉林，并且找到了金山他们那次军火交易的前客乔森，而乔森则以手代笔写出了元凶的名字。哎，你说他设计这么多事儿，目的是什么呀？这些事儿不是他策划的，他只是个执行者。咱俩都在的情况下，我就不演戏了，你接吧。这些事儿的规模牵扯到非常复杂的情报来源、人员调配。叶方舟只是个小崽子，光凭他做不到这份上。不过那个乔森，林佳音的飞机现在已经飞了。市局指派施广陵降任长风支队，他现在是管事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以前是从长风出去的。现在局面这么难看，派个老手来坐镇，也说得通。刚才是他亲自给我打的电话，关宏峰顾问的身份又恢复了。市局指派施广陵降任长风支队，他现在是管事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以前是从长风出去的。现在局面这么难看，派个老手来坐镇，也说得通。刚才是他亲自给我打的电话，关宏峰顾问的身份又恢复了。于情于理于规定，你现在都应该暂时的停止工作。可是话里话外，我也听出来了，之前虽然是海港支队一直在调查，但我敢肯定，你不想置身事外。这样吧，这些日子呢，有点时间就自己安排。
听说那边正在尸检，你想干什么，我也不管，我也管不了。小乖，小周，你们俩尽量多陪着他。我看道上说，你们俩是校友，我可不希望这个时候小周出现什么问题。你们先去忙吧。石局长，您特意找我回来，就是为了确保小周不会出什么事儿。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小赵的事情，你的任务和他差不多，在中间加一个稿子就可以了。小周，哎，郭老师，早点回去休息啊！我也先回去了。刚才师局他回去早点休息吧。您放心，我就是去海港支队那边问问法医有没有什么结果。好吧，那我先走了。嗯。走。你父亲的直接死因是继发性器官衰竭。那这些毒物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技术队从他办公桌上的那杯饮料中提取到了同样的毒物，2个样本的成分配比完全相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喝的那杯饮料被投了毒。要我说啊，这个制毒的人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专业背景。另一方面，所有的有毒成分都可以从正常渠道购买的原材料中萃取出来。但毕竟这些东西是有剧毒的，原材料就这么容易购买，那萃取过程不会很复杂吗？当然，而且大部分含量比较低，萃取出来很费劲。可能从化工原料中萃取更容易，但是这部分呢，我就不大清楚。可，您怎么就知道凶手一定是从原料当中萃取的呢？那有没有可能是从毒物实验室当中偷的这些啊？应该不会。如果是从实验室偷的话，完全可以做到纯度更高。譬如说，尸检中发现的硒含有过量的有机硒，这是很多化工和农副产品都含有的。如果是从实验室偷提纯的成品，不如直接用亚锡酸来的更有效。那如果我们逐一排查周围有购买这些原材料萃取物的企业，有没有可能找到线索？关于这部分，我想你们的官队比我更有发言权。好，谢谢何法医啊，谢谢您。不客气。
老关，来了。领导，咱们这码的什么局啊？也不告诉我一声。叶方舟现在跟只疯狗似的，老刘也牺牲了，他要被拘起来了。咱们长风支队整个已经瘫痪了。几年前，刘长勇在咱们支队内部做了全面的独自调查，虽然提出了叶方舟，但恐怕还是遗留下了腐败分子。叶方舟呢，只是个中间环节，他所涉及的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据我们所找的情况推断，这个组织等级分明，分工明确，而且利用多种腐化手段，已经渗透进公安系统内部，为他们提供情报和保护伞。现在有证据表明，他们早就有加害支队领导的意图。之前，周迅在私下里也跟我说过这事。这么大的一盘棋，你自己下得好吗？看我的造化吧！由于牵扯到内部人员，在没有完全摸清他们的情况之前，我们决定了先不要打草惊蛇。可是，没想到，这事风险太大。老关，只有咱们俩是无牵无挂。我希望能把刘长勇和他闺女从这事儿里面撇出去。从这些材料当中，我找到一个共同点，很可能牵扯到……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别碰这事儿。没几天就退休了，你瞎掺和什么？你少给我耍三星子！我刘长勇也是堂堂正正的副支队长，这件事我管定了。行，你管啊！告诉你刘长勇，你他妈这是找死！我回办公室之后，我一想，这光吵架没用啊，干脆我就把顾局的想法直接告诉他算了。我回找他，老刘，但是他不在。老刘，嘿，哎，老关。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我刚跟老刘置了一肚子气，咱哥俩溜达溜达去。刘长勇的牺牲，是我们都没想到的意外。对，但据我判断，其实他们那杯奶茶想毒死的人是我。这也是我绝对没想到的。顾局，老赵，我们俩单聊两句，啊。我先走了。我算是明白了。人的主观意识真的是很奇妙。自打我识破你们哥俩这把戏之后，谁是谁，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既然说过不相信我是被冤枉的，为什么不戳穿我呀？你没和他说什么吧？那就好。有俩事儿，我想问问你。第一，你们哥俩为什么要互换身份到支队来？三儿，你学的越来越像，他不嫌风险太大吗？你记得有一次跟我哥出任务吗？也就是500牺牲他受伤的那一次，在一个黑暗的集装箱里，他留下了后遗症。不会是说他现在怕黑吧？医学上好像管这个叫什么
感光性癫痫的逆反应。原来如此啊！这第二个问题，从那次他在火车站逃跑，我就觉得他背后有人帮他。那时候你在江州，换句话说，是有人，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个，在暗中协助着你们。那些人是谁呀？有没有支配的人？能够在这个时候对我们出手相助的，不但冒了极大的风险，而且也是坚信我是被冤枉的。也许你这么问没有恶意，但是我说了，就等于辜负了他们对我的信任。出卖朋友的事我干不了，够仗义。但我也想告诉你，有时候越亲近的人，也不见得可信，包括你哥。213的物证我让小周调出来了，本来昨儿想给你看的，我知道你一定感兴趣。关队，小周还没走吧？还在办公室呢，说有些事儿需要处理。对了，海港那边的状况，碰的结果……没事，我自己问他们。但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只要进出犯罪现场，就一定会发生犯罪人与案发现场之间的物质交换。王哥，还物证。来，孙子。好嘞。谢谢啊。关队。哎，小王，小周刚才把物证还回来了吗？还回来了，你俩前后脚的事儿。行，你让我进来一下。哎。啊，是这样，小周不知道，我们刚才在勘验物证的时候，不小心把桌上的胶水给洒了。你赶紧查一下密封袋封好了没有，我怕污染物证。哎，这个箱子。哎，给您。呀，这个小周呀，真是的，看物证的时候怎么能把胶水放边上呢？
心大意。小庄做事也不小心着点儿，天到晚毛手毛脚的，哎。 看来没问题，是，没有问题，虚惊一场。哎，等一看。哎，好嘞，好嘞。那您慢点啊。小周。喂，我有事跟你说，天台见。你在哪儿？ 喂，喂，瞒一些事情。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真的怕我一露马脚，我就毁了你的一切。我们这走自作聪明就变成自投罗网了。我一天到晚戴个白手套，我还像正常人吗？我毕竟不是你，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提心吊胆。你有替我考虑。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清楚我是冤枉的。像被冤枉的这些人，你知道的比任何人，可你一个字都不跟我说。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圆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对灭，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 相信我，我真的没事。为什么在这交接？ 因为家里不够宽敞，什么意思？你疯了！面门惨，物证我已经看过了，里边有根嫌疑人的头发，不是我的。我那会儿头发没那么长。 如果里边的 DNA 跟我的相吻合的话，那他妈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的。你跟我说实话，吴征一家五口是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陷害我？
你说话呀！你把所有的人都当傻子一样耍，连你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晚上不敢出门，根本不是什么狗屁恐惧症，是你心里有鬼。关洪峰，我敢堂堂正正的说，我没有杀害吴正一家5口。可你敢吗？啊！你他妈说话呀！我希望你还是能冷静一下。就算是你刚才猜的是真的，你想怎么样？你能怎么样？眼下这个状况，大哥还不满意吗？大哥是想收拾烂摊子，没想搞出更多的首尾，你觉得呢？你怎么看关老师？学院派精英，人也挺和善，有点高冷。那你觉得他来队里做顾问，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估计，他是想找机会接近他弟弟的案子吧。不过这在队里也不算什么秘密啊。他弟弟的案子我不了解，但是不管真相怎么样，毕竟是亲兄弟嘛。我在他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发现他异于常人的缜密、严谨、理智。这样一想想，他因为当初被禁止调查关宏宇的案子，愤而辞职，很蹊跷。怎么讲？你看我就明白了。就因为我是队里的现职刑警，再加上周队的嫌疑又大，所以我爸的案子就被移交给海港支队了。那当初如果关老师没有辞职的话，那他弟弟的案子恐怕也移交给其他的分院局了。那如果他再想接触这个案子，岂不是就更难了？关队，这是通过海港支队的毒物检测结果，找出了本市所有拥有这些毒物萃取原材料的化工企业，打算对这几家进行排查。这么多家企业，就排查这几家？我先挑选出了在相同或相似的时间里同时购买这些萃取原材料的企业，再通过萃取原材料的用途和企业的生产范围之间的对比，把排查范围逐渐缩小到了这3家。一起去看看吧。好。你他们怎么才来啊？现在情况紧急，我也不好脱身。大哥，现在什么意思啊？
大哥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到处给你擦屁股。他让我接到你之后，马上跟他联系。别怪我，兄弟，要怪就怪大哥不该派你来杀我。 刘队是昨天的夜班代班领导，可能是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孩子，接上那小子了吗？可别让他跑了。腿长在我身上，现在这事儿，他说了可不算了。行啊，有你的。不过你可想清楚了，你能跑到哪儿去？你跟大哥最好还是祈祷我能安全。 被你们杀和被公安抓，你猜我会选哪一个？动动脑子，如果把你杀了，关宏宇肯定会意识到你是被灭了口，背后还有其他的人。留你活着，大家反而更安全。而且你心里最清楚，眼下这个形势，只有大哥有能力送你安全离开，甚至出境。行，只要你们安全送我离开金港，我就能交出关宏宇。这个提议 倒还有趣，不过你最好先收拾掉首尾。什么首尾？化工厂的黄山，还有长春的乔瞎子，这2个人都是可以直接支撑你的。黄山还好说，可是乔森他们，大哥已经派娃娃去解决乔森了，你只要把黄山料理好就行了。喂，怎么样了？刚找，有点扎手。不用了，马上回来。啊，别急呀，半天时间，我最多就需要半天时间。大哥让你马上回来。啊，那不需要我替那些叶子小子收拾残局吗？不需要了，你回来把他收拾掉就行了。师傅，农家机场。谢谢了，好，再见。那现在应该就剩这一家了。天快黑了，关老师，您看我们要不要先回队里，明天再来查？别废话了，接着查，赶紧上车。 走！我说叶青，你让我干的事我都给你干了，你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啊？郝然，我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走！是叶方舟的车，走，小心一点。关队，没事吧？没事，可能有点累，快去查车，别搞我。跪！嗨，他们姓叶的。 你他妈卸磨杀驴呀你！咱先不说你以前白粉生意赚了多少钱，就说你想害死公安，叫我配毒药，
哎，毒药我也给你配了，你也得手了，你他妈现在对我这样，啊？有种的，你这老大过来给咱评评理。黄强，你怎么就没有想过杀驴就是大哥的意思？不可能，不可能，我有手艺，不像你四处惹事儿。你有什么本事你？就算是，一定要先除掉你这个麻烦。没错，我现在是很麻烦，所以我找你来顶包。叶方丈，你的罪，谁都替代不了。周书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不要再继续假惺惺的了。我没有想过你爸会喝那杯奶茶。不要再说了。没错，当初是你爸害我离开警队的。但是就算为了你，我也没有想过害他。你以为你害的是其他人，我就会原谅你吗？书童，你听我说。把枪放下，你也别动。叶方舟，把枪放下。师姐，快去叫增援。你别动！我答应过不伤害你，但是别人我可不管。你敢？你他妈看我敢不敢？叶方舟！师姐，快去叫增援！关老师，没事吧？快追！待在这儿别动，增援马上就到了。快追！周书童，我对你处处忍让，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往死里逼？你不好好想想你自己做过的事，你还有脸说这种话？周书童，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没错，我他妈是不是好人？但是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单纯吗？啊，对了。还有你敬爱的那个关老师，他给你……谁？师姐，关老师。
走。你，我送你一程。你不是警察，你哪头的？都算不上，帮朋友个忙。兄弟，不管你是哪路神仙，高手，放我一把，还我日后知恩图报。可你看，我都来了。你再不让来，他妈怪我不客气。登城上路这种事，